来，今天要介绍哪一支给听众朋友？这算是商业的经典香吧？经典，绝对是经典。我后来发现就说，因为我们多半都是沙龙香开始先做这个介绍影片嘛，对不对？对啊。但是很多时候，一些经典的商业类的香水，我们都没有介绍，这样就太可惜了。是。所以我们分工一下，那种这个难介绍的啦，或者是说很冷门的啦，比较冷僻啦，比较少人知道，就交给豪哥介绍这样。是这样吗？然后热门的我们来介绍这样。这个能扛大任的人要交给他困难的事情。好，那这种简单的大众化的我们来就可以了，好不好？来，今天介绍这一支叫做迪奥的假豆，对不对？对。那这一款它有很多版本，对，有淡香水、淡香精，还有精粹，对不对？因为它后来又出了什么愉悦，还有什么花香，对，它出我说它的版本多是它又增加了不同的感觉。对，通常卖得好就开始从它上去延伸。对啊，这一支应该是原版的那个最经典的，而且是香精版的。那就是大家应该就是印象最深刻，就是它那个广告啊。最近的广告是那个最早的那个广告应该。最早应该你看过，没看过？最好是莎莉赛隆啊。对啊，莎莉赛隆，对，莎莉赛隆演过什么片？金刚是不是？还有什么？他演很多吧？很多。对，那他本身的形象就很像这一个评审这样。就是当初他就是以性感闻名的时候，走红的时候，他就拍了这个广告。对，而且他身高又高，对，又金闪闪这样子。人家广告拍得好啊，就把他整个人跟这个瓶身设计融合在一起，都衬托出来。对，来，那这一款你有没有闻过？有啦，但我忘了啦，很久以前，是很久以前闻过。那我们要来经典回味一下，这一款是1999年出的，对，迪奥1999年出的。那香调介绍一下，它用的是大马士革玫瑰，还有中调呢是用这个意大利的柑橘，那后调是突尼西亚的橙花。好，你看我背的有没有很清楚，好不好？橙花，来，我们来试试看这一款有多经典。那当然，其实讲香调都是一回事啦，我觉得自己闻是最实在的。好，来吧，试试看。哦，我觉得它前面还有，它前面的果香没有很明显，因为它前面还放了荷花。其实荷花跟莲花是同一种东西的。你荷花莲花还闻得出来哦？对，我觉得最明显是那个荷花跟莲花的感觉。闻到的是玫瑰，然后还有其他比较圆润饱满的其他花香的系列但是可能我没有你的鼻子这么的专业啦，可以闻得到莲花或荷花。那但是我一开始就是蛮清楚的，一个蛮圆润饱满的香型。是吼，我反而还没闻到玫瑰。真的吗？对，我也是还没闻到玫瑰。闻到荷花跟茉莉花。茉莉花。玫瑰我还没闻到，然后我觉得那个果香好像只是在蹭那个花香而已。是。因为他说他果香有柑橘跟黑醋栗，我没有闻到黑醋栗耶。也没有，它没有那种酸酸的感觉。对啊。对，就是如果形容一个女生的话，就会觉得她相当的圆润饱满。我是说性情上的圆润饱，不是身材不是身材，性情上就是圆润，就做事或者是为人不会棱棱角角的，她的感觉就是面面俱到，但是又不会让你觉得是社交型的那种社交天王天后，不会。主要是耀眼的香味耶，会让人投以注目。对。假如说在一个场合里面的话，焦点很容易就往他身上去靠近。对，你会被这个香味吸引。是，而且这个香味又是感觉很圆润，大家很容易接近，很容易靠近的，不会有距离感的这种感觉。对。
所以我说它的香调让人家有点浑厚饱满，那又不会太过头。它的果香是衬花香，它就好像把果香放在花香的底部，然后让那个花香闻起来比较凸显啊。因为其实你讲的也没有错，因为真正的荷花香应该不会明显才对。哦。可是我觉得它的果香只是要衬那个荷花的香味出来。对。OK。所以你会觉得它的花香有一点不一样。我现在开始闻到了，一开始是绽放的花，对不对？那你再去了解一朵花的时候，你除了它的花香吸引你之外，它这个叶子、花瓣，从花瓣开始，我现在已经闻到了叶子跟茎的味道哦，很妙哎。好，我的5月我的那个玫瑰花开始出来。哦，你玫瑰花开始出来，那我觉得我闻到的是玫瑰花的那个茎，还有叶已经出来了。是哦。这一支事实上我卖了这么多年，我没有好好的认真细细品味过它。我今天好好的花时间静下来，跟它独处，真的有它美妙之处。我觉得它是很有女人味的一个香味。对，就是你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女生？没有，我觉得它百搭。我觉得就是你真的想要展现你的你有女人味，或是不管你正在往女人味的路上，或是你已经很有女人味，我觉得都很适合这一支。就是而且它又不会让你喷上身之后，它又不会让人家觉得你太扰人，不会，可是又会觉得被这个香味吸引。其实最近又再回头闻一些商业香，我发现其实商业香的香调表现有在进步。虽然说可能因为原物料的关系，它没有像沙龙香那么持久，对，可是我觉得还是有在进步。然后有一些还不错香味，台湾都没有在 push 跟引进，我觉得真的还蛮可惜。对，所以这个只能交给我们了啦，我来努力啦。那现在这一款你觉得适合什么样的女生来用这一支？它绝对不适合小女生。它适合给已经有些许的女人味的女生，跟刚进入社会想要增加自己的成熟度的女生。就是那种大学生刚毕业进入工作的行列，我觉得可以。我觉得一般女生如果迪奥对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啊。对啊。那可能小女生第一支接触的迪奥会是花样迪奥，对不对？花样迪奥这个更花香的、更年轻、更活泼、更甜一些的。那如果你是进了职场1-2年，你准备要第一次当主管就上手的话，我觉得这一支可以哦。这一支很可以，就是让你从女孩变成女人，往女人这个方向的第一支香水，可是可以往假豆这一支来参考。那也可以你从原本的基层员工进一步成为一个小小主管，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转型的一支香水。是人的成长阶段都会有遇到面临转型的时刻嘛，对不对？我不可能花样迪奥从年轻喷到年长嘛，对不对？但是中间有一些随着自己的心境，随着自己的嗅觉味道的改变、味觉改变，我觉得这一支在刚刚那样子的阶段，转型的阶段是一个很合适可以参考的。是的。那现在在你身上，你感觉有什么样的变化吗？玫瑰花变很明显，玫瑰花变得很明显，对，玫瑰花变得很明显。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大马士革玫瑰？我看很多香材都会放入各保加利亚玫瑰、大马士革玫瑰、什么玫瑰。大马士革玫瑰的特色是什么？比较带酸哦，就微酸啊，不是很酸哦，除非它放很大量，因为你。如果真的贴近玫瑰花瓣，就是很新鲜一大把的玫瑰花瓣。真正玫瑰花瓣你近闻是带
有一点点微酸的感觉。对。OK， 所以大马士革玫瑰的特色就是它会有一点微微的酸气。对。OK。所以如果它蹭了有的香水蹭了过多的那个果香，就会凸显它的酸。那这一支好像酸倒是没有那么明显。没有，它就是很舒服的大马士革玫瑰花香。是。那它玫瑰慢慢转到变橙花，我觉得在我身上橙花已经开始在出现了。这两个花系都是我蛮喜欢的。那个橙花会让玫瑰花的香气后面会更偏，把它更推出来的皂感是吗？偏皂感，就会呈现闻起来很像新鲜的玫瑰花香。对。因为其实像保加利亚玫瑰花香就是很干净，然后会像有点偏皂感的氛围。然后大马士革玫瑰就微酸嘛，所以它可能用橙花去衬那个干净的感觉。就是它可能前面表现的是一个很成熟，然后很有女人味的氛围，可是它后面又要回归到一个很干净、很纯洁的那种感觉。是 OK。好，那你有没有建议？因为我常觉得，后来我慢慢觉得说，香水也是另外一种隐形的衣服。是啊，对不对？就是我们穿的这个外表，是你即刻可以看得见，可是我们产生给人的感觉，可能就要用一件隐形的衣服。就我觉得香水是最好的代表。那你觉得这件隐形的衣服，你会穿在什么样的场合？可以介绍听众朋友。我其实刚刚就在想啊，他白天工作的时候 OK， 就以台湾现在用香水的习惯啊，因为它没有很侵略嘛，所以你喷这个香味到办公室也是 OK。可是我觉得你晚上约会的时候喷这一支也是 OK 啊。对，是。给我的联想，我觉得这一支应该是有一点，在职场上有一点位阶，不是太高位阶的，不是那种给人家很有压力那种感觉的，女主管。因为它不是严肃的香味，不是，它是让人好亲近，然后又让这个以德服人的这种感觉，让人家很容易亲近，想要靠近他的这种类型的主管。那白天他会呈现他的专业，那藉由这个味道呢，更衬托他的自信微笑的能量，这样。那如果是下班之后，我觉得跟男朋友见面，或者是跟另外一半见面的时候，我觉得也 OK 耶。这一支真的是，因为它就是很有女人味啊。对啊。对，所以环境场合应该是都是合适的啦。就我觉得它是百搭的香水。百搭的，就是如果你觉得你今天没有想法，或是你今天就是想展现女人味，那就是它，因为它任何场所都不会失真，也不会走真。对，绝对是安全牌。对。安全又有特色牌，当然安全就没特色，但是这个安全又有特色。是的，好不好？那我们前调先介绍到这边，这个会有后调吗？商业香来说，通常商业香的定香都做的比较用化学香材来定香嘛，所以比较容易。商业香的后段比较容易，就只是为了要凸显中段香。OK。有时候你可能会没有太大的感受，是，但可是有的表现好的你还是会有啊。像我们那天拍许 Sado 的，我就觉得他其实就表现得很好。是，对啊。OK。所以可以等一下看看。好，他后面的感觉，对，好不好？那我们先切一次，待会回来再跟大家介绍它的后调。是的。好，我相信我这一次录影是一定有成功的。如果没有，再录14分钟待会见。什么意思？看看麦克风有没有成功。后调回来，后调现在怎么样？我觉得它的果香现在才慢慢强大。对啊，我中段的时候进入果香对，反而不是在前段。我觉得它让花香先呈现，然后果香再慢慢透过来之后，会让那个花香变得有个神秘感。然后我刚刚在一直舔的过程中，一直闻的过程当中，不小心去舔到这个香水，然后我可以跟你讲，我吃起来是什么味道，就有一点
那个吃到橘子皮有点那假的苦苦香香的味道哎。你确定是香水吗？有，会不会中毒了？不是你的皮肤吗？没有，皮肤是那个咸脏脏的。哦，所以你现在转到果香调，什么样的果香调？有闻到那个黑醋栗哦，你有闻到黑醋栗跟橘子，对，橘子，但我是没有觉得有凤梨了。没有凤梨，我觉得比较偏莓果类的果香，然后它就莓果类的果香衬出那个花香之后，会有一个神秘感。是花果香如果结合的好啊，就会有一个神秘的感觉，然后你就会一直被那个香味吸引，你会忍不住一直想闻。我也是中段闻到果香，可是我觉得这个果它是没有刨开的果，好，例如说柠檬、橘子之类，就是放在那边，你接近它，你就闻到了这个柑橘类香调，可是它并不是剖开之后更强烈的那种香气，没有哦，它就是只是有包覆着果皮的果，就摆在旁边的感觉。它不是要凸显那个水果香，我觉得它只是要衬那个花香，是，然后让那个花香好像感觉有变化，然后可以在你的皮肤上比较持久。对，我刚刚看香料表，它事实上它还有依兰跟所谓中国的这个晚香玉的味道在里面。对，难怪所以一开始出现了很多种的花香系列。哦，那刚刚拆解就是原来依兰跟晚香玉也都有在里面啊，所以它前面呈现是干净舒服的花香，然后它后面呈现的就是性感的花香。对，事实上果香调慢慢到后调，我现在又回到在花香调了，我又再回到花香调，那让人舒服宜人，就是感觉跟你眼前这一个女生如果聊天的话，你就会觉得她耐人寻味吧，耐人寻味，而且会一直想要听她讲话，就是她讲话的每一句话吐出来的都像这个香气一样的芬芳，口吐芬芳吗？真的口吐芬芳。她就算不讲话，你都能够很自在的跟她相处。这个是很不容易的。有时候没讲话的话就场面就干掉，可是不会，他就算没讲话，在你面前笑一下，你就觉得这味道就好像一直输出在跟你对话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它经典在，它不是，因为有很多商业香是你一闻就是这样子，它就是现行。是，这一支不是，它是有层次的，有变化的，它是有变化的，没错。所以我觉得它会是经典是有原因。是 ，OK，对，它也已经20几年了，这一支1999到现在。怎么这么快？对，青春就这样过了，好，那这一支你会把它定位在什么样的香调？它是性感的花果香调。性感的花果香调。对啊。OK。是性感的花果香调。性感对我来说有分2种了，一种是有穿衣服跟没穿衣服的，不，这个是讲的不是欧贝鸾贡了，因为像慵懒倾城就是没有穿衣服，只有盖上了这个床。一条被单的这样的感觉，我觉得白衬衫这样，对 MMM 的慵懒周日是这样的呈现。那这一个的性感是有穿衣服的，就是穿着性感的洋装，对，给人家感觉。那有一部电影叫做《末代武士》，它是第一部被称作穿衣服比脱衣服更美的更美的画面，这样，因为汤姆克鲁斯要准备出征了嘛，那小雪就帮他把衣服穿上，对，这个好吧，经典，有机会再回去看一下。好，如果是这一个性感的花香调的话，你会给它0到10分几分？加豆，我应该讲说，以商业香的表现来讲，它是好，它是真的历久不衰，是有原因的，它表现的是好的，是可以给它到9.4分。哇，9.4分，可以。对你来说是相当高了哦。就我觉得，以商业香来讲，它是有层次的，是，对，然后是有变化的，OK。那他用那个香调的方式，因为有时候你看，我有时候都会跟那个客人说，前中后调是给你参考的。其实你要去体会它在你身上的变化，是因为
前中后调不代表他一定要先跑前调，或是他一定要先跑中调，或是他一定要跑出后段香给你。有时候后段香只是要衬中段或前段。是。那我说最重要是中段。那这一支厉害的是它让前段跟后段都在衬托中段的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一支是真的经典，是好香水。那我也常觉得说，有时候香水是你今天什么样的心情，你就会闻到什么样的香材特别的明显，对吧？你同意吗？我同意啊，我同意。对，那如果我今天心情是阳光的话，我就这个果香跟花香的特别的突出。如果今天心情稍微严肃一点，木质调可能比较多一点哦。好，不一定啦，每一个人呈现方式，有的人闻到木头，他就觉得哇，精神都来了。所以每一个人个性跟每一个人对香味的直觉是不一样，这也是很正常。对啊，如同我们常说，你今天是什么样的心情，决定你怎么看待今天的事情。每一件事，对。那如果以这一个假豆的经典来说，这样子，我今天好好认真仔细品味它，我会给它放在花香调里面。那花香调里面0到10分，我会给它12分。这么好，非常高，因为我一直就蛮喜欢这一个的味道。我喜欢带一点点略微小小成熟又不会太过老气的这种给人家花香的呈现。那太过年轻，可能离我这个年纪已经有点过了。好像我们现在欣赏女生也不会希望小女生了啦，就是像欣赏一下好，但是你还是会喜欢跟谈吐有一些内容的女孩子多讲几句话。那除了长得漂亮之外，当然谈吐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吸引我的这个原因嘛。那如果是年轻女生，然后谈吐像小女人，然后又喷这一瓶香水，不就大大加分吗？会对她绝对是加分啦，就是因为表示她会选这一支，表示她心境已经。我的意思是说，如果遇到这样子的女生，你应该就无法抗拒了吧？如果又年轻的话，又年轻又谈吐是小女人，然后又喷了这一瓶，不了，还是要看看聊些什么内容了，还是要聊些什么内容。当然就是她言之有物，言之有物啊，那就不会是小女生了吧？女人啊，小女人啊。OK， 只是她年轻。对，我觉得如果是这样，会大大加分，好不好？大加分，好，真的。我就不要再装了，就是男生永远这个男生25岁的时候喜欢20岁的女生，男生35岁的时候还是喜欢20岁的女生，男生45岁的时候还是喜欢20岁的女生。OK， 好，所以到我这年纪，我还是很诚实的跟大家讲，还是这是生物法则了，好不好？但是这一款香水却会让人家就是如同前调的时候我讲的，它会带给女生一个转型的一个很棒的香，从小女孩变成慢慢进入女人的一个很棒的选择。对啊，而且这瓶香是适合走一整天的。因为它前面那个一开始的香调是真的很适合起床的时候感觉的，就是对一天的开始，盛大的开始。对，然后走到后面就又感觉是你一整天的变化都在这瓶香水里，我觉得还蛮棒的。OK， 好，谢谢明芳今天为我们带来这一支，那我们这一支就留在现场给很多认识他可是却没有好好坐下来欣赏他的，试一下。对 OK， 好，那我们待会30秒再交给你都忘了这件事。拜拜。30秒。